标普500站上7600点以后，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这位置还看多，是不是太晚了？这个反应不奇怪，指数已经不低，过去几年又一直被衰退、通胀、高利率这些词包围，市场越涨，大家越怕自己接最后一棒。但 Tom Lee 最近给出的判断恰恰不是从便宜不便宜这个角度出发，他看的是更长的3件事儿。IE 能不能继续推高企业效率？美国低能源成本能不能支撑算力扩张？还有美国老一代家庭资产往年轻一代转移之后，钱会不会重新流向股票，特别是科技资产？这3个变量如果单独看都不算小，放在一起看就不是普通的市场情绪了。Tom Lee 这个名字，关注美股的人应该不陌生。他是 Fundstrat 创始人，也是 CNBC 常见的嘉宾。2020年疫情冲击市场的时候，他是比较早看多美股的人之一。那一次市场后来确实从低点走出了一轮大行情，所以他这次说2026年以后美股可能进入一轮更长更强的上升周期，至少值得把逻辑听完。不是说他一定对，而是这个判断背后有一套完整框架。先从 AI 说起。现在很多人看 AI 只看聊天机器人、图片生成、写代码这些应用，也有人觉得既然很多公司还没从 AI 里真正赚到钱，那它就是泡沫，这个判断有点急。新技术刚出现时，利润表往往反应很慢，互联网早期也是这样，先烧钱，先铺基础设施，后来才慢慢改变广告、零售、软件、通信这些行业。AI 现在也在这个阶段，只不过它碰到的不是信息传播，而是企业成本和效率。企业真正关心的不是 AI 能不能写一首诗，而是能不能少花人力、缩短流程、降低错误率、提高客户响应速度。只要这些变化进入利润表，市场就会重新给公司定价。Tom Lee 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测算，假如 AI 让美国整体生产效率每年多提升1个百分点，美国 GDP 增速就可能从大约2%提高到3%。如果提升2个百分点，增速可能到4%，听起来只是几个百分点，但宏观经济里这种差别很大。4%左右的长期增速意味着美国经济规模大约18年翻1倍。这个推演的重点不是某一年会涨多少，而是生产率一旦抬高，盈利和估值体系都会跟着变。放到股市上也是同一个逻辑。Tom Lee 提到，如果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让标普500每股盈利多出10美元，按21倍市盈率算，对指数就是大约210点的支撑。这个数字不夸张，但很有启发。市场现在争论的是估值太高，可如果盈利继续往上修，所谓高估值的含义就会变。这不等于现在闭眼买就行，它只是提醒我们，判断美股不能只看点位，还要看未来盈利有没有继续上修的空间。AI 这条线里最早受益的是芯片，英伟达过去2年涨了10几倍，原因很清楚，它卡在 AI 算力最核心的位置。训练模型、跑推理、搭数据中心都离不开高端 GPU， 但英伟达已经不是没人知道的机会，股价涨到这个位置，很多预期已经在里面了，后面还能不能继续超预期，要看订单、毛利率、竞争格局，还有大客户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所以真正需要往后看的是算力基础设施，芯片买回来要有数据中心承载，要有服务器、电源、散热、网络设备，还要有云平台把算力交付出去。亚马逊、微软、谷歌这些公司每年往数据中心里投几百亿美元，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因为没有算力， AI 应用就跑不起来，这条链条会很长。数据中心、运营商、服务器厂商、电源系统、冷却系统、网络设备都可能吃到算力扩张的红利，只是每家公司兑现节奏不一样，估值也不一样，不能简单把沾 AI 当成买入理由。再往后 AI 会进入更多传统行业，制造业会用 AI 优化生产线和良品率，金融机构会用 AI 改进风控、投研和客户服务，医疗和生物科技公司会用 AI 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未来大赢家未必都是纯科技公司，很多传统企业如果真的把 AI 用进业务流程，利润率也可能被重新评估。这有点像电力普及时的路径，早期受益的是发电和电力设备，后面真正改变经济结构的是那些把电力用进生产线和管理系统的公司。AI 也可能走这条路。说到这里，还要补一层很多人少看的东西，电 AI 最后不是只在屏幕上跑，它要落到数据中心，要消耗大量电力，模型越大，推理需求越多，电力就越变成成本核心。国际能源署在2026年的报告里提到，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能接近全球总发电量的6%左右，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比例。谁的电更便宜、更稳定，
谁在 AI 算力上就更有耐力。美国在这里有现实优势。过去几十年，页岩气革命让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能源独立之后，美国工业电价被压在相对低的位置，现在美国工业电价大概是每度0.078美元，欧洲大概是0.12美元，约为美国的1.5倍。亚洲不少国家在0.09到0.12美元之间，比美国高15%到50%。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几分钱差距不明显；对数据中心来说，这就是长期成本差距。同样的模型，同样的服务，如果美国公司能用更低电价运行，毛利率就更好，定价也更灵活。A 越往后走，能源成本越会从背景变量变成核心变量。而且能源优势不是短期能复制的，它背后是资源、管道、发电结构、监管体系和几十年投入。其他经济体想很快把电价打到美国这个水平，并不容易。这也是 Tom Lee 看多美国资产的关键原因之一，不是只看 AI 技术，而是看 AI 叠加低能源成本之后，美国科技企业的竞争位置。很多人担心美国 AI 优势会被追上，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如果把电力成本放进去，判断会更复杂。算力不只是芯片竞赛，也是能源竞赛。还有一条更慢，但可能更持久的线，钱从哪来？美国战后出生的那批人是非常富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战后经济扩张、房地产上涨、债券牛市和几十年的美股上涨，现在这批人已经进入退休和财富传承阶段，他们手里大约掌握美国52%的家庭财富。未来20年，这些资产会通过继承、赠与和家庭安排，逐步转到下一代手里。市场上经常提到的规模是50万亿美元级别，这笔钱不会一夜之间进股市，也不可能全部买科技股。这里不能夸张，但资产偏好会变。上一代人更相信房产、养老金、债券和稳定现金流，年轻一代成长在互联网和科技股周期里，对股票、指数基金、科技公司和新技术的接受度更高。这意味着随着资产交接发生，一部分钱很可能从传统资产里重新配置出来，流向美股和科技相关资产。这种变化很慢，慢到日线和月线上几乎看不出来，但它对长期资金面有影响。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股那轮长牛，除了政策和技术因素，人口结构也有作用。当时美国战后出生那批人正进入收入和财富积累高峰期，养老金和家庭资金不断进入市场。现在类似的资金迁移可能再来一次，只是主角换成了更年轻的一代，资产规模也更大。这就是 Tom Lee 为什么把这轮周期看得很长。不过长周期不代表一路顺风，他也提到，今年6到10月市场可能出现一次不小的波动，甚至有10%以上回调的可能。这个判断并不稀奇，因为短期扰动确实不少。美联储降息预期会反复，通胀如果重新抬头，市场会重新定价利率。就业和 GDP 数据如果不稳，也会带来波动。地缘政治风险更不用说，随时可能影响风险偏好。这些因素会让市场回调，甚至会让涨得太快的板块出现明显杀估值。但它们和前面的3条长期线不是一回事。AI 生产率有没有被证伪？美国能源成本优势有没有消失？代际资产转移有没有停止？如果这些东西还在，短期回调就更像一次重新定价，而不是周期结束。牛市里最容易犯的错，不是看错1天2天，而是被波动甩下车。2020年3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时疫情冲击，美股暴跌，很多人卖在低位，觉得市场完了。后来指数一路反弹，那些低位离场的人反而很难再买回来。所以这轮行情如果真的走长，最考验人的不是判断力，而是仓位和心态。具体到投资上，我会把几个方向分开看。英伟达这类核心龙头仍然是 AI 周期里绕不开的公司，但它已经涨了很多，后面要看业绩能不能继续兑现，不能只靠龙头2个字。AI 基建链条还可以继续观察，云平台、数据中心、服务器、电源、散热、网络设备，这些公司如果订单和利润率能跟上，可能会受益于算力扩张。传统行业里真正用 AI 提高效率的公司也值得跟踪，制造、金融、医疗、生物科技都可能出现新的盈利改善线索。但所有这些方向都要回到2个问题：业绩有没有兑现，估值有没有提前透支。再好的行业，如果买在估值最拥挤的时候，也可能很难赚钱。仓位上不要把所有钱压在一个主题里， AI 很重要，但市场不会只按一个方向运行，行业轮动、利率变化、监管风险、竞争格局都会影响短期表现。还有一点，不要上高杠杆。
牛市里最危险的不是悲观，而是觉得自己终于看懂了世界，然后把杠杆拉满。只要市场出现10%以上回调，高杠杆仓位很容易被迫离场。明明长期方向可能没错，最后却输在资金管理上。真正能穿越周期的人，往往不是最激进的人，而是能在回调里活下来的人。这轮美股行情会持续多久，没人能给准确答案。牛市顶部不是公式算出来的，更多时候是情绪、流动性和盈利预期一起推出来的。能跟踪的是底层变量有没有变。如果 AI 对利润率的改善开始正尾，如果美国低能源成本优势被削弱，如果财富转移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资产重配，那就要重新评估。但至少目前看，这3条线还没有明显结束。ID 应用还在早期，数据中心建设还在加速，美国能源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家庭财富传承也会持续很多年。所以现在讨论美股，不能只说涨多了，涨多了是一回事，盈利能不能继续上修，资金会不会继续流入，成本优势能不能维持是另一回事。我的看法是，机会确实还在，但这不是让人冲动追高的理由。更好的做法是盯住真正有盈利支撑的资产，留出现金应对回调，不用高杠杆去赌短线，也不要因为几天波动就把长期逻辑全部推翻。如果后面真的出现10%以上的回调，对一部分优质资产来说，反而可能是重新审视估值的窗口，但前提是你手里还有资金，也没有被杠杆逼着卖。本期内容只用于宏观趋势观察和个人学习，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变化很快，每个人的资金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都不一样，做决定之前还是要保持理性和独立判断。